出大事了，兄弟姐妹们！我的所有的视频啊都被韩红慈善基金会给他投诉下架了。我想问一下，谁给你们的权利？你们是不是害怕了？我今天向北京民政啊发了你们相关的材料，你们今天就过来给我投了啊！我就想问一下，谁给你的胆子？你们拿的是老百姓每个月捐给你们的这个善款，而你们把这个善款拿去发高工资、高福利。那么我所说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你们企业年报公布出来的啊，那么都是有事实为依据。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我没有捏造事实，也没有骂你们啊，你们必须得接受老百姓、社会更苛刻、更严厉的监督才对。你们为什么害怕我们监督你们？你们越是害怕，说明你们的问题越大。你们没有任何权利来投诉我的作品，知道吗？拿着老百姓捐的米捐的钱发高工资高福利，还不允许我们监督你了吗？这说明你们有鬼！兄弟姐妹们，给我顶起来！深度解析韩红基金会采购的救护车项目。韩红基金会呢，2020年到2025年共采购救护车715台，耗资呢1.49亿2023年到2024年换了供应商，采购价格呢翻了好几倍，说是救护车换了奔驰的底盘。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只有2个人的公司呢会成为上千万项目的供应商？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在评论区打出来。2026年救护车采购招标全部采用邀请的这种招标制。上海军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又中标了，公司呢实交资本呢只有仅仅的10万元，交社保人数只有2人。不得不服这个2个人的业务能力真的是太强了，竟然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汽车市场上连续3年入围基金会1000万级的采购项目，确实令人刮目相看最主要的是公司还没有完整的整车的生产资质，没有车辆的改装资质，目前还没有有关2020年救护车采购的具体金额的信息披露，但是参考近3年的情况，估计还是1000万级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事到底怎么看呢？看完这段视频，心里五味杂陈。印有救护标识的救护车本该争分夺秒的去抢救生命，如今呢跑到这个批发市场装卸水果蔬菜。据了解，这辆车最后3万块钱被卖掉，那么卫健部门还停止了这个举动，说是你车辆你可以卖，但你必须抹掉救护车标识看没有，这件事剥开表层，戳痛的是千万默默日捐月捐的普通人的心。很多善良的普通人省吃俭用，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钱参与公益捐赠，满心期盼的是自己的善意可以得到说是帮助别人解燃眉之急，可现实往往不尽人意。我们静下心仔细想一想，说一台救护车交付给护理院或者是基层的医院，你配套成本特别现实。好嘛，你车子去了，你不能凭空运转，就一个司机开着吧，你得配一个护士吧，抢救的，你得配一个懂点的医生抬担架的吗？好吗？你你根本你像底层的那个医疗部门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人力长期去供养这么多台救护车呀。那物资送过去了，后期的运营负担留给了接收单位，闲置之后最后只能低价变卖，沦为拉货的货车。类似错位捐赠的问题呢也比比皆是。夏季酷暑大批厚重的棉服前两天送到哪儿去了这个广西吧，你这是热天，你好吗？大棉被它不可能你是北京你也盖不了棉被，现在对不对？那你这是有问题你这是处理你的库存呢，你还是便宜价替哪个厂家把那个清货清底子呢？是不是这个事情，你这种事情，你比如咱说冬天的时候你单包的衣服你去送去偏远乡村了，那都不对。大批成套的医疗物资，那个医疗包一股脑就输送下去，可当地的医护人员根本用不着这么多呀，是不是还有过剩的文具，堆积如山的零食，过剩的那些医疗的这个什么赤脚医生的，是不是有的他是要过期的，他有的是半年1年
这些东西有的呢是落了灰在仓库里，对不对？还占着人家的库存，哎，你到期呢只能销毁。捐赠者一腔热忱呢，最没有说是被发挥出来，是不是啊？你没有摸清你这个当地收这些东西的真实情况，你得有人去地调啊，对不对？像我们还有外联制片呢，电影剧组你得去看景啊。很多的明星和公益机构呢，热衷于大手笔的捐赠啊，追求捐赠的数量，看着曝光流量，捐赠仪式办的那叫一个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电视台长枪短炮，哪能那么迈着整齐的步伐，欢迎啪啪的？你这好吗？你这是不是啊？你这明显是，哎，你收获大众好感，可他们忽略了这物资落地之后长久的现实难题。善意呢，不是自我感动，善意呢，更不能流于表面的工程，是吧？老百姓你付出真心了，哎，不是用来说是成全你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名声的。真正靠谱的慈善，绝不是我们是不是啊？想给人家什么你再送什么，是对方需要什么我们再给什么，对不对？你做公益前期你做好这个实地的调研，摸清当地的人员配置，物资缺口，缺医呀，你还是缺医护啊？你是耗材呀，你还是缺那个医疗包，你还是缺棉衣，对不对？缺棉被，是不是啊？你缺过冬物资，你还是缺那个单一，你得搞清楚了，你不能盲目的去投放吧？你后期闲置这种浪费。公益的内核呢是这个务实走心，对不对？也不是流量作秀，每一个份来自普通人的血汗钱都来之不易，只有按需去帮扶，精准落地，才不会辜负大家的善意。你也不能老去资助一些什么机构和单位，好吗？那你这机构和单位，我们国家现在也。银行里的钱是花不出去，太多了，就是缺流通的。你比如钱都回到银行，那完了，那都在银行，那这个社会完了，对不对？因为银行它产生不了剩余价值。那你这个是你不能老给，你得需要帮助的那些贫困人，对不对？我们的爱心呢才能够落到实处，你这慈善之路呢才能长久健康的走下去。一个保温杯近300元，一个书柜5万，这样的奢侈的生活，难道让留守儿童来过上了吗？杭师大公示的福彩公益金救助对象名单里，竟然有200多个名字，与百度文库中的如出一辙，连顺序都未做更改，就这么公然复制粘贴。随着此事持续发酵，校方最终承认名单存在造假行为，却坚称45万公益金都已用在了留守儿童身上。而就在校方做出回应的同时，原本公示在官网上的资助明细竟被悄无声息地删除了。好在网友有先见之明，提前将这份资助名单留存了下来。再细看这份名单，3个书柜为15万元的价格，280元12色的水彩笔，一口气买了30盒；292元的保温杯，一买就是10个。乍一看还以为是给孩子们准备的顶级配置，可再仔细瞧瞧，82.5元一支的记号笔，还有487.5元一支的斑马笔，难道笔还有卖半根的？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接受这5万元一个书柜资助的那所小学，在2025年竟然注销了。连项目负责人都早已离职。如果善意都如此被滥用，那还有谁会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呢？恐龙从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中看出，韩红爱心基金会目前人力资源中没有1名高级职称员工，没有1名博士及以上员工，高达77.9%的员工没有职称，仅相当于浦东县城创立不久的普通民营企业标准。因此其86名正式工作人员的人均年度薪酬14.9万元，根本不是某些韩红信徒鼓吹的一点不高甚至偏低，只相当于本地资产薪资水平的中等区间，而是太高。根据韩红爱心基金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第2条第5项专职工作人员情况和第7项人力资源情况可以看出：1、员工总数86人，其中男性员工12人，女性员工74人，即韩红基金会是以女性为主的企业。男性员工中，年龄最大的生于1960年，大专学历，80后5人，90后3人，其余为99后。其中生于1990年，马建川学历仅中专，生于2000年的魏金龙是研究生学历。他如果去掉实习试用期，
转正时间并不长，及工作经验应该十分有限。女性员工中96后35人及全体女员工的接近50%是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工作能力和经验应该有限。再看学历，86名工作人员中没有1名博士及以上学历，含在职研究生在内的硕士31人，本科47人，大专6人，中专2人。因为没有本科员工具体毕业院校的信息，恐龙无从判断其本科质量。而生于96后的陈长敏、张君一是大专，生于90年的马建川是中专。在学历冲水、清北毕业生都积极应聘接到工作人员的今天，中专和大专学历能够顺利应聘到外界眼中一定是香饽饽的韩红基金会确实堪称奇迹。再看职称，整个韩红爱心基金会没有1名高级职称员工，中级职称员工仅6人，高达67人没有职称，占全体员工总数86人的77.9%。再看在韩红爱心基金会的工作年限，1年以内26人，1至3年43人，合计69人，高达员工总数的80.2%。最后看社保公积金，韩红爱心基金会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和补充医疗保险及参加商业保险，签订劳动合同86人，参加社会保险83人，参加住房公积金83人，参加补充医疗保险70人，参加商业保险70人。北京市2025年度公积金标准上限是单位每月承担4297元。补充医疗保险上限是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4%。韩红基金会的补充医疗保险单位承担总额为1285万的4%，约51.4万元，人均5977元。综上，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自中国民间慈善界的顶流企业，公益慈善活动多，影响大，媒体曝光度高，员工收入稳定，能够有机会广泛接触各界名流，得到的锻炼机会绝非普通企业可比，堪称就业香饽饽。韩红基金会是以女性为主的企业，全体女性员工的接近50%是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工作能力和经验应该有限。同时，韩红基金会没有1名博士及以上学历，没有1名高级职称员工，中级职称员工仅6人，高达67人没有职称，人力资源结构仅相当于浦东县城创立不久的普通民营企业标准。在人才众多的北京市，可以说员工纸面综合素质偏低，因此韩红基金会正式工作人员的人均年度薪酬14.9万元。相对于其学历、职称、工作能力和经验等而言，恐龙个人认为实在是太高了。至于学历仅中专，生于1990年的马建川，他是怎么进的韩红基金会，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讲清楚了。